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角磨机的电路终于组装好了，现在呢它具有软启动功能，还可以调速。下面我们可以演示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灯泡挡上，因为这个光呢它是照不出来的。那么我们挡上它以后，我们插电。我们看这个灯光呢是渐渐亮起的，说明呢它有软启动功能。并且呢，现在的亮度呢不是最亮，因为我把它接到了5伏上。如果接到0伏上呢，它会达到最亮，也就是说速度会达到最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上呢有很多胶，实际上呢原来这个电路呢也是放在胶里，只不过这个胶呢是这种蓝胶，这个呢是2合1胶。首先呢，我改这个电路呢用了一个单片机，是 STC 的。由于 STC 单片机呢不像 STM32 对电源的要求比较低，这个呢要求电源比较高。以前呢是一个阻容降压，再通过几个3极管降压的 3.6 伏给 STM32 供电。而阻容降压的电源呢对 STC 单片机来说不友好，它有的时候呢就不工作，所以呢我就给它换了一个3310来供电。这个3310这个电源组装呢还是挺简单的，因为它就需要一个电容，然后呢就是接几根线，同时呢这个位置输出端呢是用了原来的输出滤波电容就可以。但是呢组装过程中呢也出现了一点意外，那么过一会儿我给大家说。首先我们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。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可控硅，实际上呢它是原来有这个可控硅的，这个可控硅是 BT24， 也就是说24安的，而这个呢只有10几安，所以说呢还要用原来的可控硅，这个呢只是方便先放上。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上期视频我们讲过的，通过2个1兆欧电阻接在零线和火线上，然后再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加到一个3极管上，然后通过3极管的导通与截止取得过零检测信号，送到单片机的 int0 引脚进行触发，之后再通过延时函数来控制输出引脚的触发可控硅时间。因为它的输出引脚输出一个高电位，使我们这端的这个3极管导通，从而呢使可控硅进行触发。当我们延时触发的时候，这个可控硅的导通角就晚，所以呢它的导通量就低。而我们提前触发，也就是说当我们过零信号来了以后就触发可控硅，它的导通量呢就是最大的。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这个变量，也就是延时的这个数字呢，就是靠我们这个一角的 ADC 检测电路检测我们外边的一个电位器。由于电位器我没有上，那么这个电阻呢在接地的时候，也就是0伏的时候，它的导通角是最大的，而当它接5伏的时候，它的导通角是最小的，从而达到调速的效果。所以呢这个程序也很简单，就是一个 ADC 检测电路检测外边电位器的电压，再有一个就是 int0 通过我们的过零检测信号来触发这个 int0， 从而呢延时这个触发，从相关的引脚输出以后触发可控硅。今天呢我们主要说一下这个电源。这个电源芯片呢，我把它的这个电源角呢用了一个小的电容，是10微法的，这样呢这个电源呢会出现一个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的故障，而且呢对电压也特别挑剔，当电压偏高或者是特别低的时候它就会不启动，所以它的4角供电滤波电容要大于22微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芯片呢？因为我们大家也看到了，刚才那个板呢非常的小，只有电路简单体积小才能够适合我们的电路。这个电源呢它输出的电压呢可以是5伏，可以是 2.7 伏，可以是 3.3 伏，正好呢适合驱动我们的单片机。它的4角有一个供电滤波电容，它的1角呢外接电阻可以改变它的输出电压。如果是悬空的话，就输出 3.3 伏，这样呢连个电阻都不用接了。如果是短路，也就是说把1角和 D 连接起来，这样呢它输出的是 2.7 伏。如果接一个 100K 的电阻，这样它输出的是5伏。
而前边5、6、7、8角呢，实际上是不需要整流桥的，而且不需要滤波电容，只需要一个半波的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。它的内部有一个650伏的功率管，这样呢，它的耐压值很高，不容易损坏，并且呢，这个芯片具有输入过压保护、输入欠压保护、输出短路保护、输出过流保护，还有过温保护。由此可以看到，使用这个芯片还是很省心的，只不过它是与220伏相连的热地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